经济下行时期，各行各业都很难的情况下，却有些行业能够逆风成长。通常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的基本需求，或者适应了市场的变化。今天的视频，我们不来聊新能源、5G、人工智能、芯片这些创新型的科技行业，就分析几个能在夹缝中生存的传统行业。本期视频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客观的数据给大家一些参考。第一个，医疗保健。医疗服务需求基本上是经济大环境的硬气功，尤其是那些基础医疗服务和产品，比如药品、医疗设备、保健服务等等。不仅如此，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对这些服务的需求还在逐年的攀升。拿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说，许多行业都受到了冲击。但是医疗保健行业却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医疗保健支出还是保持了3%到4%的年增长率，而同期整体经济却收缩了2.5%。看看辉瑞的例子就知道，2008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辉瑞并没有削减研发投入，反而加大了力度，持续投资新药开发。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人们对治疗重大疾病的需求是永恒的。在那段困难的时期，辉瑞不仅成功推出了几款关键的新药，还通过加强与中国、印度等市场的合作，扩大了全球的市场份额。从就业数据看，2008年和2009年期间，医疗保健领域的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2.6%和1.9%。而同期整体就业人数则下降了4.3%。在90年代，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通缩，但医疗保健支出持续增长。例如90年到2000年间，日本的医疗支出年均增长率为3.2%，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在2009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德国的医疗保健支出仍保持增长。2008年增长了4.2%，2009年增长了2.8%。德国的老龄化趋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医疗保健行业提供了稳定的需求。而英国在金融危机时期，通过增加公共医疗保健支出来应对经济下行。2008年和2009年的医疗支出分别增长了6.5%和6%。面对现在的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加上政府和政策支持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都在推动着这个行业的增长。这个行业也有很多细分市场，比如老年的护理服务，包括居家护理、养老、健康中心等等，还有健康管理服务，比如体检中心、医疗咨询、慢性病管理等，医疗技术和设备，比如医疗器械、诊断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等，数字健康和远程医疗，如在线咨询、远程诊断、健康管理 APP 等等。总的来说，尽管经济环境可能有波动，但医疗保健行业具有独特的抗周期性，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第二个，基本的消费品。在经济衰退时期，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品表现得尤为坚挺，像食品、个人卫生用品、家庭清洁产品，这些都是不管经济环境如何，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东西。就拿宝洁公司和联合利华这样的大企业来说，他们的生产多是消费者日常必不可少的产品。想想看，即便在2008年这样的经济困难时期，整体零售销售虽然下降了3%，但根据尼尔森等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基本消费品的销售却几乎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增长。在2007年到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基本消费品行业的表现也相当抢眼，实现了13.7%的回报，而同期标普500指数却下跌了5%。宝洁公司这个有着超过18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在经济下行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加大对核心品牌，比如洗衣粉、尿布和牙膏的投资。宝洁明白，即使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消费者还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熟悉和信任的品牌。他们没有削弱广告和市场推广的预算，反而加大了在电视和网络上的投入，确保品牌的可见度。此外，宝洁还灵活地调整了产品线，推出了更多经济包装中中低端产品，满足了预算有限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宝洁推出的小容量洗发水和洗衣液，既适应了消费者减少非必要开支的趋势，又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宝洁还通过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强了与全球供应商的合作等等，应用最新的物流技术，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而正是因为这些策略的实施，使得宝洁在经济衰退时期不仅保持了销售额的稳定，甚至还实现了增长。所以说，基本消费品行业在经济下行时期确实显示出了难得的韧性和稳定性。第三，折扣零售商。同样的理念，人们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更会经过多方面的性价比，确定物美价廉的好货。这正是折扣店和大众市场零售商，比如沃尔玛和 Costco 销售额上升的原因。尤其是在经济紧缩的这些时候，这些店铺通常表现得尤为亮眼。拿沃尔玛来说，2008年他们就报告了大约7%的销售增长。这部分增长来自于消费者转向更便宜、更实惠的购物选择。再来看看日本，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日本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停滞。在这样的背景下，优衣库通过提供既实惠又高质量的基本服装，成功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那些想要节省开支但又不愿意牺牲品质的顾客，优衣库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们首先加强了对供应链的控制，与少数制造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成本，并加快了产品从设计到店铺的速度。这种策略不仅确保了产品的质量，还使优衣库能够迅速地响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的即时需求。在产品开发方面，优衣库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法。它不追求短暂的时尚潮流，而是专注于设计那些易于搭配的基础款服饰。这策略成功吸引了各个年龄层、性别和职业的广泛消费群体。此外，优衣库还推出了舒适保暖的和凉爽速干的革命性的功能面料，这些都是为产品增加了额外的价值。同时，优衣库也积极扩展国际市场，进入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国市场，通过全球化策略分散经济风险。这使得优衣库不仅在日本国内市场稳步增长，还成功地将品牌推广到了国际舞台，成为了全球知名的服装零售品牌。其实，现在中国从3元自助早餐到拼多多的兴起，以及网上热门的穷滚套餐攻略，无不体现着消费降级。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零售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不过，如果能真的完成降本增效，也还是能够在夹缝中获得成长的机会。第四，娱乐和小奢侈品。尽管娱乐业整体可能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奈飞这类流媒体服务却能逆流而上，实现强劲增长。奈飞相当于国内的爱奇艺、优酷等等。就拿2008年来说，奈飞的订单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2%。原因何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更倾向于物美价廉的娱乐方式，奈飞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现在各大短视频的兴起，对流媒体平台也是有一定的冲击。但无论哪种商业模式，最本质的都是满足了人们低成本娱乐的需求。各大平台也都在探索如何通过混合这两种模式来最大化收入和用户参与度。当经济压力来袭，大家都得精打细算。但无论如何，人们也都需要一些低成本的娱乐或者心灵来满足和缓解一部分压力。这时候，流媒体服务、电子游戏、短视频、小件非必需品消费等等，不仅省钱，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焦虑和压力。还记得口红效应吗？
这个概念是由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雅诗兰黛提出的。经济不好的时候，大件奢侈品可能不再那么受欢迎，但是小件奢侈品，比如口红，却可能销量大增。比如巧克力、咖啡、烟、酒等，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困难时期，这些可以消费得起的小物品，也是人们心灵的慰藉。如果您有更多的行业建议，欢迎留言。在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无论是投资还是择业，都需要慎重。不过，对于个人来说，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在众多的市场细分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